好，时间不早了，你先好好休息吧，我去帮那白素嫣，她的伤势不轻，倘若自己疗伤，未免太慢了一些，怕会耽误千万无边绿海的行程。见楚风收下，白猿半帝才安心一笑，就此离去。哈哈，真是想不到，这个像猴子一样的老头，竟然送了你这么一份大礼，这么多武珠，真是超乎想象啊！楚风快将他们炼化，搞不好你会追上白若晨，踏入五品武王，那样一来，你小子又能与本女王平起平坐了。哈哈！白猿半帝走后，蛋蛋顿时欢呼雀跃，看他那个样子，比楚风还要高兴。现在便炼化。对于蛋蛋的话，楚风有些惊讶，虽然得到这么多武珠，楚风也是极为高兴，但可并未打算尽快炼化，留着干嘛？早晚不都要炼化吗？何况你不是要去那无边绿海了吗？这回有那白猿老头给你撑腰，你谁都不用怕。要是哪个那群刑罚部的弟子敢再招惹你，你就直接揍他们丫的！蛋蛋挥舞着小拳头，俏皮的说道：“你这丫头！”听得蛋蛋的话，楚风不由一笑，这个丫头相当记仇，比楚风还记仇，可见他一直惦记着楚风什么时候能收拾一下那些羞辱过楚风的刑罚部弟子们。好吧，就听你的，就地炼化。最终，楚风还是听了蛋蛋的话，转移到另一个安静的地带后，楚风便开始炼化这些武珠。楚风的修武资质简直超乎想象，突破境界很少遇到屏障，只有积累足够的武力，便可直接提升。眼下，楚风炼化武珠的速度极快，简直比喝水还简单。楚风的身体就像是一个无底洞，仿佛永远都填不满一般。这样一幕，若是被常人看见，定能吓得够呛。因为楚风炼化武珠的样子的确非常骇人，就如同一个不知饱的饿狼，狼吞虎咽地吞噬着自己最喜爱的食物，吃香堪称恐怖。不过实际上，楚风对修炼资源乃是又爱又恨。爱是因为修炼资源成为了楚风提升修为的关键所在，有着神雷的缘故，楚风根本无法像其他人那样依靠玄功和法诀吸收天地间的武力来寻求突破，因为楚风丹田内的神雷所需太大，依靠玄功和法诀吸收天地间的武力，猴年马月都积攒不够突破的量，唯有大量的修炼资源才足够。恨是因为修炼资源太难寻得，往往突破一重都会让楚风费尽不少力气，甚至要冒着生命危险。不过好在这一次白猿半帝帮了楚风一个大忙，他赠送楚风的虽然皆是武珠，但是这数量可是不少。眼下楚风的修为已经从3品武王突破到了4品武王，并且武珠还剩下不少，很有可能如蛋蛋所说，楚风真的有机会突破到5品武王。5品武王对于楚风来说是多么的渴望，只要踏入5品武王，楚风就能追赶上白若晨与蛋蛋，并且5品武王也是武王境的一个分水岭，只要过了5品武王，才能算是武王境的真正高手。总之，5品武王对于楚风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此时此刻，楚风也是紧张极了，他无法确定他能否突破，但是他若是如此迫切的希望自己能够突破，突然一道浓郁的武力在楚风体内融化后，以闪电般的速度被吸入了丹田之中。而这一刻，楚风的丹田竟然神奇的跳动了2下，微妙的变化自丹田传出，覆盖全身。此刻，楚风的眼眸猛然睁开，道道雷霆闪烁其中，仿佛那双眼之中蕴含着万千雷霆，能够毁灭世界一般。突破了，我又突破了5品武王，我楚风总算踏入了5品武王。这一刻，哪怕是向来淡定的楚风，也是激动的欢呼雀跃。若是可以，他真的会仰天大吼，以宣泄自己此刻激动的情绪。5品武王，这在武之圣土这个地大物博、强者如云的地方，也许不算什么，其实根本就不算什么。但是在东方海域，5品武王那是何等强大的存在，年轻一代几乎没人能够踏入这一步，唯有活了几百年的老怪物才有机会。可是楚风作为一个东方海域出来的年轻人，在如此年纪便达到了5品武王，这绝对是一种荣耀，至少传到东方海域，让那些有人知道后都会为楚风感到骄傲。这次还真是要好好感谢一下白猿长老。楚风连续突破2重，心情大好，甚至将之前的所有低迷情绪一扫而空。因为在突破之后，武珠还剩下不少，虽然这些武珠远远不够楚风再突破1重，但是这个数量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留在身上必有用处。而这一切全都是拜白猿半帝所赐。5品武王，就算不用本女王出手，青木山的弟子之中也没有几个是你的对手了。执行龙级任务的那几个刑罚部弟子，有机会就好好修理一下他们吧，不然一直看他们唧唧歪歪，可不是你的性格。淡淡甜甜的笑着，笑得有些阴险，但却极为迷人。放心，若有机会，绝不轻饶。至于楚风，怎会忘记白云霄、陶香雨等人之前对他们的冷嘲热讽？这次他们几个刚好是执行龙级任务的人选，只要想想会在无边绿海相遇，楚风还真是会有那么一点激动，因为楚风很想在离开青木岭的之前送给他们一份大礼。在此之后，楚风为了不引起白若晨等人的惊讶，故意隐藏了气息，将自己如今5品武王的气息隐藏到之前的3品武王。至于白素嫣，她的伤势不轻，外伤不算什么，主要是内伤很是严重，不过好在有白猿半帝帮忙疗伤，这才使得白素嫣的伤势治疗起来快了不少。可是哪怕如此，当白素嫣彻底恢复之时，已是龙级任务开始之日。为了与拓跋沙狂面对面交谈一番，楚风等人便没有多留，而是在当日便跟随白猿半帝踏上了千万无边绿海的道路。至于羽化宗宗主以及兰陵长教司空斋星，则是留在羽化宗继续修复宗门。因为白猿半帝帮助白素嫣疗伤的原因，所以如今的白素嫣对白猿半帝也不再那么仇视。一路走来，楚风5人相处的倒也算融洽，有说有笑，不亦乐乎。
而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下，本就不远的行程也就显得更加近了。就在当日，楚风等人便抵达了无边绿海。这无边绿海其实在一片山脉之中，山脉之中有着一座通天高峰。这在遥远的远古时期，本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火山口，但因岁月变迁，火山已死，雨水累积，化作了巨大的山顶湖泊。湖泊很大，站在一边很难望到另一边，所以被戏称为海。而湖泊中有着特殊的植物，将湖水染成淡淡的绿色，所以被称为无边绿海。无边绿海乃是原始土族的地盘，据说这原始土族已传承几万年之久，若追溯起源，甚至比青木山传承的时间还要久。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如今这本属于原始土族的无边绿海却热闹非凡，几乎来自青木领域的各方势力、各方高手都是云集于此，天上地上四处都是身影，而身影最多的却还要数青木山的人，不只是长老，就连弟子也老了许多，甚至弟子的数量比长老还要多。而他们来此的目的，说高尚点是来见正龙级任务，但说通俗点，其实就是来看白云霄等人对妖教授的一场屠杀秀，真是够热闹的。看着那出现在视线内越来越多的身影，楚风的目光微微眯起，嘴角掀起了一抹淡淡的笑意。今日有白素嫣和白猿半帝两位高手在，楚风无所畏惧，若有人再敢挑衅刁难，楚风绝不会善罢甘休。前往无边海域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今日就是龙级任务开始的日子，所有人都不想错过这场好戏，几乎每个人都想见识一下青木山最强弟子的风采。毕竟这些弟子很有可能就是日后青木山的当家长老，甚至是未来掌教。此刻有徒步而走的，有御空而行的，还有为了彰显自己威严乘坐妖兽的。不过这种乘坐妖兽之人真的只是一小部分，因为他们都会遭受到妖兽一族的痛恨，甚至会遭受到妖兽们的攻击。毕竟在五之圣土这种地方，妖兽不再是弱小的存在，因为拥有强大的妖兽血脉，他们同样盘踞各方的霸主。就比如雷霆虎，不但成为了青木山的弟子，更是青木继承榜上的存在，日后多半是要成为青木山当家长老的。所以有人类将妖兽驯服为坐骑，这对所有妖兽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羞辱。凡是遇到这样的人，妖兽们往往不会善罢甘休。至于那些敢光明正大乘坐妖兽的人，也都不是泛泛之辈，他们往往无门无派，却实力强大的修武者。所以哪怕此刻无数道充满杀意的妖兽目光凝聚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也不惧怕，甚至他们还希望妖兽向他们出手。这样一来，他们又有机会捕捉到新的妖兽作为宠物了。但是不管有着多大的仇怨，不管有着怎样的动机，却没有人敢在此处动手，因为这一次是青木山举办的盛事。青木山作为青木领地当之无愧的霸主，几乎没有一方势力敢挑战他们的威严，所以就算有仇怨，也要等到离开这里才敢私下解决。很少有人敢在青木山的面前斗殴，挑战青木山的底线。眼下楚风等人也奔走于天际，只不过任凭道道身影自身旁掠过，却没有一人能够看见他们，因为白猿半帝运用了隐身之法，常人根本看不到他们。要问白猿半帝为何要隐身，这可能是他不想引起不必要的震动，也可能是高手一种常见的装逼手段。他们要的就是一鸣惊人，在所有人猝不及防之下潇洒的现身。不过就在白猿半帝带着楚风等人安然赶路之际，突然一道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白猿半帝等人的面前，拦住了他们的去路。这个人同样用了隐身之法，旁人看不见他，但是他却对楚风等人破开了隐身之法，所以楚风等人能够清楚地看清此人的面貌。这是一位老者，不仅长得凶神恶煞，身上还散发着浓郁的杀气。虽然他面带淡淡的笑意，但却也无法隐藏他那本性凶残的本质。这个老者很强，强到难以形容，至少他的气息丝毫不弱于白猿半帝和白素嫣，是深不可测的超级强者。而当楚风等人看到他腰间的刑罚刀后，不用多想也已猜出此人的身份，而此人正是刑罚部的主事人拓跋沙狂。楚风小友，初次见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乃刑罚部主事人拓跋沙狂。果不其然，拓跋沙狂对着楚风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自从你来到青木山后，就没安稳过，虽然还未触及到青木山的律法，但是我要提醒你，最好不要做有违青木山刑法之事，否则我绝不会轻饶于你。不过他不仅介绍了自己，还对楚风凝重地警告了一番，态度相当恶劣。拓跋沙狂，楚风想做什么就用不着你操心了，现在你应该操心的应该是你自己。突然白猿半帝开口说道，操心自己？我还真不知道我有什么事情是需要操心的。白猿，不妨你与我说说如何？拓跋沙狂冷然一笑，看向白猿的目光充斥着不善以及不屑。身为刑罚部的主事人，却未经掌教大人允许便擅自处罚炼药部分部主事人，这可是有违刑罚部刑法的事。你身为刑罚部主事人，却知法犯法，此乃重罪。白猿半帝一字一句地说道。白猿，你少给我来这套，掌教大人若在，我自然会向他禀告，可掌教大人如今在闭关，我怎能去打扰于他？何况以我心知肚明，红魔他身为当家长老，竟敢肆意殴打青木山核心弟子，更是险些将其活活打死，这乃是重罪。倘若掌教大人在，也定会严惩于他，而掌教大人不在，身为刑罚部主事人，我也有权代掌教大人执行刑法，我只是做了刑罚部主事人该做的事，何来重罪？拓跋沙狂大声地反驳道，态度相当霸道。掌教大人的确在闭关，但掌教大人在闭关之前，想必应该与你说过，青木山由我代理，你应该等我回来后向我汇报才成。白猿半帝说道，语气始终不温不热，很是平和。白猿，你可真是高看了你自己，向你汇报，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
你还真的以为掌教大人闭关了，你就是青木山的掌教了？实不相瞒，掌教大人闭关之前的确与我说过让你打理青木山，但他对我说的并非是要我听命于你，而是要你我二人一同打理青木山。你我二人如今是平起平坐，我凭什么向你汇报？你有这个资格吗？拓跋沙狂冷冷地说道。拓跋沙狂，你确定？对于拓跋沙狂带有侮辱性的词汇，白猿半帝却是微微一笑。说话之间，掌心一翻，一块青绿色的木质令牌便出现在了手中。这不可能！然而，当看到白猿半帝手中的令牌之后，拓跋沙狂却顿时眼前一亮，面容大变。见状，楚风等人也是将目光移到了那青绿色的木质令牌之上，这才发现，别看这令牌外观不咋地，但实则是件宝贝，并且在这令牌上刻写着5个大字：掌教执法令。不可能，这不可能！你怎么会有掌教执法令？这是掌教大人才有的令牌。拓跋沙狂此刻的脸色非常难看，先前的嚣张已经转化为了无比的吃惊，似是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拓跋沙狂，这掌教执法令乃是掌教大人让我代理青木山的证据，若是连这个都没有，又何以统领青木山，号令众人呢？你说，掌教大人告诉你，让你与我共掌青木山，那按理来说，掌教大人也应该赐你令牌才是。你的令牌何在？白猿半帝问道。这拓跋沙狂的冷汗都出来了，因为当初青木山掌教只是口头让他执掌青木山，却并没有给他执法令，所以他的确没有这令牌。拓跋沙狂，看来你是没有掌教执法令了。假如说你私自严惩红魔不算重罪的话，那么冒充代理掌教，这可就是真正的重罪。白猿半帝最后2个字说得非常之重。白猿，我真的没有与你说谎，掌教大人闭关之前的确让我带他打理青木山，只是他并没有赐给我掌教执法令。拓跋沙狂有些慌乱，不由得开始解释。在见到掌教执法令后，他整个人的气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白猿半帝的态度更是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现在掌教大人在闭关，不管你说谎与否都无从验证，但是你私自动刑于红魔长老，冒认掌教一职却是事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白猿半帝说话之间，手持掌教执法令向拓跋沙狂逼了过去。白猿，你我好歹同门一场，难道我是什么为人？你还不清楚我何时撒过谎？掌教大人真的曾托重任于我岂敢冒认？拓跋沙狂极力解释，虽然他贵为刑罚部主事人，但是如今白猿半帝有掌教执法令在手，对方就是真正的代掌教，拥有惩罚他的权利。白猿，这里说话不方便，我们换个地方，我再与你详说，可好？拓跋沙狂看了一眼楚风等人，脸色越发不好，在2位弟子的面前如此低三下四，让他觉得很是难堪。也好，见状，白猿半的点了点头，随后对楚风说道：楚风，你们到主看台去等我已经提前通知人为你们留好了观看座位。话罢，白猿半队便飘然离去，而拓跋沙狂也是紧随其后。2人眨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还以为这刑罚部主事人有多了不起，搞了半天这么怂。在2人离开后，司马颖一脸讽刺地撇了撇嘴。白猿半帝与拓跋沙狂都是青木山掌教的得意门生，虽然拓跋沙狂位高权重，掌管者一个刑罚部，但白猿半帝也不是空有一个当家长老的名头，他有着特殊的执法权。在青木山内，他们2个是被公认的最强长老，无论是实力还是威望，都是不相上下，各有各的党羽。而刚刚白猿半帝拿出的可是掌教大人的掌教执法令，白猿半帝有着令牌在手，能够号令整座青木山，只凭借这块令牌，拓跋沙狂就占据了下风，还怎敢与白猿半帝抗衡？否则若是惹怒了白猿半帝，就算暂时免掉拓跋沙狂的所有职位，削掉他当家长老的头衔，也是完全可以的。就在这时，白素烟讲述道：竟然这么厉害，难怪那叫白猿的老头这么信誓旦旦地拉我们过来，原来是有着十足的把握，让那些刑罚部的人难堪。司马颖仍是一脸的暗爽，来到青木山后，他还是第一次体验到打压别人的快感。虽然他只是旁观者，但是看着青木山最位高权重的刑罚部主事人被打压，当真是爽得不得了。虽然掌教执法令在手，但是白猿不够狠辣，相反太过优柔寡断，恐怕他只会警告拓跋沙狂一番，不会真的为难他。如若不然，他大可以在我等面前好好训斥一下拓跋沙狂，根本没必要给拓跋沙狂面子，私自了却此事。白素烟再度说道。听得此话，白若晨与司马颖的脸上皆是涌现出些许失望之色，他们的确希望拓跋沙狂更惨一些。这一些，唯独楚风面带微笑，不言不语。他并不觉得白猿半帝的表现是不够狠辣，反而觉得白猿半帝是明智之举。毕竟白猿半帝只是令牌在手，但却并非真的成为了掌教。若是真的做得太过分，拓跋沙狂也未必就会低声下气的认了，搞不好会是一场大战。倘若这样2个人物发生大战，那将牵连甚多，搞不好就是一场血雨腥风，青木山的根基都将动摇。而最终带的掌教出关，评判错对之时，肯定会追究起因，那个时候很可能会觉得是白猿半帝是这场动乱的使用者，从而严惩白猿半帝。相反，若是像白猿半帝只是凭借掌教执法令吓唬拓跋沙狂，并不真的难为拓跋沙狂，反而会让拓跋沙狂更为规矩一点，从而让自己一直处于上风。不过相比于这些，楚风对白素烟这个的真正身份却觉得更为神秘。作为一个外来人，对于青木山的事情竟然如此了解，楚风真的很难想象到底还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他们2个谈不一定要谈到什么时候，咱们还是先去看台吧，既然来都来了，可别错过了青木山那群跳梁小丑们表演的好戏。白素烟说话之间，大袖一挥，便解除了隐身之法，光明正大的带着楚风等人
向无边绿海行去。无边绿海位于山峰之巅，此刻山峰周围已是人满为患，不过大部分只是在外围，因为内围之中已经以结界之法建造了层层看台。这些看台可不是什么人都能上去的，唯有受邀之人才有资格坐上去。不过众多看台之中，有一座看台最为显眼，这座看台只有36个座位，除了白云霄、陶香雨、齐言语、赵金刚、温雷虎、王敬之这6位准备执行龙级任务的弟子外，能坐在这个看台之上的都是青木山当家长老级别的存在，是青木山的真正高手。只不过此刻这个看台几乎人满为患，坐满了青木山的超级强者，但是却在最中间的位置却留下了6个空位。所有人都在猜测这6个位置究竟是留给谁的。不过不管是留给谁，从这样重要的位置，人们便能够猜想到这6个位置肯定是留给非常重要的人物才是。你们快看，那不是楚风和白若尘吗？那个红发的丫头是谁？莫非是那个叫司马颖的丫头？那这样说来，那个美艳的女子岂不是就是白若尘传说中的年轻母亲白素嫣？竟真的是他们。他们之前在我青木山大闹了一场，那白若尘的母亲更是没大没小，打了白云霄和陶香雨，他们怎么还敢来这里？此刻楚风等人已经出现在了看台之上，因为看台引人瞩目，所以很快便被人发现。旁人还好，青木山的众位长老和弟子可就震惊不已了。在他们看来，如今的楚风与白若尘简直就是青木山的犯人，他们来这里简直就是找死。毕竟今日可是有刑罚部的主事人拓跋沙狂大人坐镇，哪怕白素嫣再强，但也不可能是拓跋沙狂大人的对手。快看，他们竟然向主看台行去了，真是不要脸啊！那里岂是他们能去的地方？而当众人见到楚风等人向主看台行去后，众位弟子更是唏嘘不断，开口侮辱：这不是楚风师弟和若尘师妹吗？事实上，这一刻坐在主看台上的白云霄、陶香雨、齐言语、赵金刚、奔雷虎等5位也是坐不住了，他们站起身来，拦住了楚风等人的去路，让开！白素嫣走在最前头，冷声喝道：对于他来说，白云霄等人就是5只随时都可以捏死的蝼蚁。见到白素嫣、白云霄等人，皆是脸色一变，不由得向后倒退了一步。尤其是被白素嫣打过的白云霄和陶香雨，脸上更是涌现出了极为浓郁的忌惮。不过他们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最终并未离开，因为他们今日并不怕白素嫣，不因别的，只因他们的最强后盾刑罚部主事人拓跋沙狂也在。羽化宗宗主夫人，你搞清楚状况，这里可不是你羽化宗，不是你说的算的。提起勇气之后，陶香雨冷嘲热讽地说道：退下去，这里除了当家长老之外，唯有我们这些负责执行龙级任务的弟子才有资格做。白云霄也是开口说道：滚下去吧，楚风，当初龙级任务刚刚宣布的时候，你没胆量参与，如今怎么还好意思来做主看台？你觉得你配吗？其言语更是直接开口赶人，别说这主看台了，你们连做其他看台的资格都没有，赶紧滚出这个场地，别在这丢人现眼。赵金刚也是开口驱赶：长老呢？负责审查的长老呢？怎么连他们都放进来了？也不好好看看他们有资格来这里吗？还不快将他们赶出去！白云霄扯开嗓子，竟然训斥起负责审查的长老，放肆！这乃是白猿大人邀请来的贵宾，岂容你们驱赶？然而就在这时，主看台之上突然跳出来5位当家长老，指着白云霄等人便是一阵破口大骂。他们都是白猿半帝的手下，在此等候就是为了防止有人为难楚风等人。之前他们属于中立派，不管别人怎么为难楚风他们也只是看热闹。但是如今白猿半帝回来了，并且还下了死命令，就是要守护楚风，所以他们就算拼上性命也要保护楚风。就连刑罚部的人他们都不怕，又岂会惧怕白云霄这几位弟子？长老，我们被5位当家长老训斥之后，白云霄等人再看看那空下来的6个座位，终于明白了什么，一时之间灰头土脸，不知该如何解释。至于刑罚部的当家长老们，此刻也是不敢随意插嘴，毕竟白猿半帝与拓跋沙狂齐名，既然是白猿半的邀请了楚风他们，那么除了拓跋沙狂之外，几乎没有人敢驱赶。丢人现眼的东西都给我滚蛋，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少在这丢人。而那当家长老也是毫不留情面，指着白云霄等人又是一阵斥责。这一刻白云霄等人的脸都绿了，他们真的是丢人丢到了家，但却也没有任何办法。谁让楚风他们有白猿半帝撑腰呢？最终也只能在各种目光之下垂头丧气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连头都不好意思抬了。至于楚风等人，则是在几位长老的引路下坐在了主看台中最为尊贵的位置上。楚风他们还真的坐到了主看台上，难道说那些位置是专门为他们留的？什么情况？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他们怎么会有资格坐在那里？围观之人并没有听到先前白云霄等人的对话，他们不知道楚风等人是受白猿半的邀请而来，所以当看到楚风等人落座之后，一个个惊讶的目瞪口呆，不知道这究竟为何。看来楚风还并没有败，至少看这个架势，他在青木山的背景仍然很深。虽然没有听到对话，但一些眼尖之人仍是注意到了白云霄等人故意为难楚风他们，但却被当家长老训斥的细节。这个细节让他们意识到，虽然前段时间楚风与白若尘在青木山吃了大亏，但实际上楚风他们在青木山还是有人罩着的。这个绝世天才仍然是青木山众弟子之中最具有呼风唤雨能力的一位。对于外人的想法，楚风并不在意。此刻他落座之后，先是观察了一下主看台上的人，发现并没有红魔长老他们，想来红魔长老他们应该是被拓跋沙狂折磨的不轻，如今应该还在养伤。至于空下来的2个位置，应该是拓跋沙狂与白猿半帝的。这样算来，这个主看台的人
已经满员，不会再有人来了。于是楚风便不再理会他事，而是闭目养神，直到这所谓的龙级任务开始之后，楚风才再度睁开了双眼。此刻无边海域欢呼一片，除了楚风几人外，几乎所有人都是激动的不得了，他们都在等待着这一时刻，等待着见证青木山最强弟子风采的时刻。至于白云霄、陶香宇、赵金刚、齐言宇、温雷虎、王敬之等6人，已是离开主看台，踏空而行，来到了无边绿海之上。他们已经没有了先前的灰头土脸、垂头丧气，在那响彻天地、震聋悦耳的欢呼声中，他们再度找到了自信，一个个气宇轩昂，气势不凡，就如同他们真的是这方天地的主角一般。突然，白云霄等人同时动身，便如同6把利剑一般，狠狠地插入了那平静的无边绿海之中。刹那间，水花四射，所有人都知道，从这一刻起，那方湖面将不再太平。果不其然，当他们落入无边绿海不久，无边绿海深处便开始传来了愤怒的咆哮声，紧随其后，平静的湖面开始浪涛滚滚，不断泛起绿色的水花。与此同时，一条条庞然大物也是浮出水面，疯狂地挣扎起来。这些庞然大物最长的足有100米，最小的也有30米，体为黑色，布满如钢铁一般的鳞片。在他们的面前，白云霄等人显得弱小不堪，而这些生物自然就是妖蛟兽。这妖蛟兽长得就像是一条巨大无比的水中黑蟒，不过既然被称为妖蛟兽，自然有着它们独特之处，就比如它们的外貌就异常凶悍。此刻妖蛟兽被惊动，皆是愤怒无比，不但仰天长啸，一个个的更是释放出了强大的威势，甩动自己那巨大的身躯，横扫水上水下，使得浪花冲天，涟漪肆虐，当真是翻江倒海，恐怖非常。更有甚者，更是张开血盆大口，喷出黑色的液体，直接向白云霄等6人发动了攻击。可是哪怕如此，他们却也根本不是白云霄等人的对手。别看白云霄他们身体很小，但是体内蕴含的力量却非常的强大，没有一个是泛泛之辈。除了掌握着强大的血脉，或是修炼了特殊的玄功之外，更是有着天赐神体的存在。所以哪怕妖蛟兽再强，但实际上却根本无法与白云霄他们相抗衡。只是眨眼之间，妖蛟兽便惨叫不断，庞大的身躯被斩削成一段又一段，鲜红色的血液很快便染红了那片湖水。然而他们只是第一批，在将他们斩杀之后，白云霄等人并未就此收手，而是再度潜入无边绿海，将一批又一批妖蛟兽赶出湖面之后，便进行斩杀。此时此刻，他们的确不像是在完成某项高难度的任务，而就是在做一场残忍的屠杀秀。好厉害，不愧是青木山的最强弟子，这等实力简直太强大了。是啊，他们的战力都非同小可，尤其是那个8品武王的弟子，5王之内恐怕已无敌手，就算连1品半帝也未必能与他抗衡。但是在场之人偏偏就喜欢这样的屠杀秀，一边观看一边夸赞，看得可谓是不亦乐乎。而在这种情况下，白云霄等人更是洋洋得意，越战越勇，已将那方绿色的湖面变成了一片鲜红色的血海，其中尽是妖蛟兽的血液，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腥臭味，真是没意思。这所谓的龙级任务就只有这种难度，司马颖坐不住了。在他看来，这样的屠杀秀太没意思了。虽然已经知道这是一场秀，但若只是这样收场，也着实太过无聊。就连白若晨也是有些看不下去了。别急，好戏快要登场了。不过相比于他们，楚风的眼中却涌现出了一抹期待之色。楚风，你看到了什么？这一刻，白若晨以及司马颖都看向了楚风，就连白素嫣也是将目光投了过来。他们的结界之术都很厉害，尤其是白素嫣更是一位黄袍界灵师，但是他们却都很羡慕楚风。他们都知道楚风有一双非常厉害的眼睛，能够看到他们看不到的东西。妖蛟兽没那么不堪，他们要发动反击了。楚风说道。听得此话，白若晨与司马颖皆是大喜，无神的双眼顿时变得精力充沛，目不转睛地看向了无边绿海。而这一刻，他们脸上的喜悦之色再度浓郁，因为在仔细观察之下，他们也发现了无边绿海深处的变化。果不其然，就在楚风话音刚落不久，无数道粗壮的水花如同巨龙一般自水面爆射而出，冲上青天。而伴随着每一道水花的溅起，便又一条妖蛟兽浮出水面，眨眼之间便有上千条妖蛟兽出现，竟将白云霄等人团团包围。这一次的妖蛟兽无论是体积还是修为，都比先前的强大不少，尤其是其中一条妖蛟兽竟长达200米，它的尾端漂浮于湖面上，就像是一条小型山脉，而它的兽首浮于湖面之上，是一个真正的恐怖怪物。它的大嘴能够轻易地吞掉一座宫殿，那巨大尖锐的牙齿更是如同死神的镰刀，能够将穿透一切。不过它最为强大的却并非是它那恐怖的外貌，而是它的修为。它的修为已经踏入了半帝境，这竟是一只半帝境的妖蛟兽，怎么回事？元氏土族不是说这妖蛟兽的首领是9品武王吗？怎么会是半帝？看到这只妖蛟兽，哪怕是陶香宇等人也是眉头紧皱，眼中涌现出了些许忌惮之色。半帝强者绝非武王可比，怕什么？不过是1品半帝罢了，他由我来对付，你们去对付剩余的。这一刻，唯有白云霄尚且淡定，并且只见其掌心一翻，一杆长达3米的大枪便出现在了手中。王兵一出，他整个人的气势顿时提升，不仅风云变色，雷光阵阵，湖面之上更是以他为中心，狂风大作，将那水花吹得四下飞舞，化作狂风暴雨。大战未起，已是威势逼人。青木山的小杂碎，我妖蛟一族与你们无冤无仇，为何屠杀我族？就在这时，那妖蛟兽王
发出了深沉且嘶哑的声音。尔等抢占原是土族领地，滥杀无辜，当斩！白云霄说道。就算我等抢占了他人领地，这又关你们何事？妖蛟兽王之问道。少废话，受死！而白云霄懒得与其废话，手中王兵大枪猛然一挑，顿时水浪滔天，被挑起的水浪竟形成一道水中高墙，但实际上水浪高墙之中杀机暗涌，直接刺向了妖蛟兽王。白云霄这一击又快又准，且又狠，毫无意外的便击中了妖蛟兽王。只不过在那滔天水花渐渐下落之际，妖蛟兽王却是毫发未损，并且一双血红色的双眼散发出最原始的杀机。你这小鬼真是找死！愤怒的咆哮响彻天的一声怒吼，长空啸，茫茫血海化波涛。妖蛟兽王这一声怒吼之后，那片被妖蛟兽鲜血所然后的水域便浪花滚滚，翻腾咆哮。与此同时，所有妖蛟兽都张开那血盆大口，发出了刺耳而怪异的咆哮声，以宣泄他们的怒意。他们的咆哮声似是虎又似狼，很是怪异。但必须承认的是，这个咆哮声当真是威慑力十足。幸亏在场的都是修为不凡的修武者，若是常人单听到这个声音，都会被硬生生的吓死。突然，妖蛟兽王的嘴巴发生变化，竟突然之间便自血盆大口会中喷出一大口暗黑色的液体，向白云霄喷了过去。见状，白云霄赶忙挥动手中的王兵长枪，抵挡那迎面来的液体。长枪横扫，化作一道坚不可摧之盾。哪怕那液体如狂暴之雨，但最终却也皆被白云霄手中的王兵长枪挡下。只不过挡下这次攻击之后，白云霄还来不及高兴，便眉头紧皱起来。他惊愕地发现，那妖蛟兽王先前的攻击虽然被他轻松挡下，但是一股恶臭却自他的王兵长枪萦绕而来。哈哈，青木山的小杂碎，本妖王的口水味可还好闻？妖蛟兽王发出刺耳的笑声。与此同时，所有张着大嘴的妖蛟兽都不再怒吼，而是发出仰天嘲笑。原来先前妖蛟兽王所吐出的黑色液体，并非是什么了不起的攻击，而是他的一口口水。一口口水不算什么，但是一口口水被白云霄如此认真的抵挡，却不免让人觉得可笑。找死的是你们，竟被一群畜生嘲笑，而且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白云霄也是怒了，只见他双眼变得诡异，一层层强大的气息如同飓风一般自其体内横扫开来，将周遭的空间吹得扭动，将下方的水面吹得涟漪四起。这一刻，他这位青木山天才弟子的实力已然尽显，杀了这群畜生一条不留。杀！终于白云霄发话了，而他此话一出，陶香宇等人也是各自亮出自己的王兵，准备大开杀戒，将这妖蛟兽群彻底覆灭。然而就在白云霄等人准备发动攻击之际，妖蛟兽们却在妖蛟兽王的带领下身子一翻，竟再度潜入了水中。这个架势是要逃走，逃到哪里？你们都是必死无疑。见状，白云霄等人身形一转，也是纷纷扎入水中追赶而去。先前气势逼人，结果这么不堪，这群妖蛟兽是必死无疑了。不是妖蛟兽弱，而是青木山弟子太强，在他们的面前，什么样的家伙能是对手？武王境内恐怕找不出能与这6位弟子抗衡的了。见到这一幕，阵阵欢呼再度响起，那些非青木山的弟子简直都快要把白云霄6人夸上了天。而听着这样的欢呼声，青木山的长老与弟子们也都是洋洋得意，因为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让所有人意识到青木山的弟子有多强。不是吧，这妖蛟兽王也太弱了，这就跑了。可是见到这一幕，白若尘与司马颖可就失望极了。他们都希望妖蛟兽能让白云霄他们吃瘪，以宣泄他们对白云霄他们的不满，但眼下这个结果可就真是事与愿违了。别急，好戏才刚开始。而相比于他人，楚风却是微微一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方水域，似在期待一场好戏。果不其然，就在白云霄等人潜入水中没有多久，那湖水深处竟传来阵阵波动。与此同时，那方被血液染红的水面便开始沸腾起来，并且一层又一层肉眼可见的力量开始自那方水域沸腾而出。眨眼之间，那方水域变得极为恐怖。糟了，那水中有诈！这一刻，主看台上的当家长老们皆是面容大变，他们实力强大，观察力更是敏锐，已经发现那方水域有所变化。然而为时已晚，当他们发生变化之际，那深水之中竟传来了羽化宗弟子歇斯底里的叫声。那声音似是咆，但却也似是惨叫。尤其是当人们使尽各种手段都无法穿透那血水，看清湖泊深处到底发生什么之际，人们就更加不安了。这一刻，刑罚部的众位长老们已经坐不住了，一个个纷纷站起身来，一副就要出手的架势。不要慌张，这个时候若是出手，岂不是让人看了我青木山的笑话？然而就在许多长老都准备出手营救之际，一位刑罚部的当家长老却是轻喝一声。听得此话，刑罚部的长老们犹豫一番，最终还是坐了下来。因为那位长老言之有理，他们举办这场盛事，邀请那么多人，就是要让人们见识青木山弟子的强大。但假如执行任务弟子失败，反而要由长老解决此事，那一切就将功亏于篑，这将不再是威慑各方的盛事，而是一场丢人的表演。所以非万不得已之际，长老们还不能出手，必须要由白云霄他们自己解决才行。然而就在这时，那血水之中再度传来波动，最终血红色的气体冲破天际，数千道血红色的光芒自血水之中倒射而出。终于，上千条妖蛟兽们在妖蛟兽王的带领下再度浮出了水面。只不过此刻，他们那血红色的双眼却绽放出诡异的光芒，不只是双眼发生了变化，
在他们那满是黑鳞的身体上，竟也浮现出了道道血红色的纹路。那纹路不止在他们的身上，还从他们的身上溢出，如同锁链一般，相互交织。眼下，他们围成一个圈，而那圈的中心，竟是一座由他们那诡异的血红色纹路所凝聚成的牢笼。血淋淋的牢笼被封闭得非常严实，可谓密不透风，但实际上却又是半透明的颜色，所以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那牢笼内有着6人，而那个6个人正是白云霄、陶香宇、赵金刚、齐言宇、王敬之等负责屠杀妖教授的6位弟子。先前还气势盎然追着妖教授大开杀戒的6位，此刻却已成为了妖教授的阶下囚。白云霄等人被困在那血淋淋的牢笼之内，虽然身上没有明显的伤痕，但是脸上却尽是痛苦的表情，显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其中状况最好的要属于白云霄，他挥动着拳头去砸那牢笼，但却无济于事。先前还强大无比的他，此刻的拳头却软绵绵的，很是无力。至于陶香宇等人，就更是难看至极，眼下连反抗的力量都没有，只能盘坐于牢笼之内，专心抵挡席卷他们身体的压力。而在关妖教授们，不仅眼中凶光毕露，那恐怖的嘴角似乎还挂着受刑的笑意，就如同看着可口的盘中餐一般，嘲讽着食物的无用挣扎。怎么会这样？见到这一幕，围观之人极为吃惊，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先前还大开杀戒的白云霄等人，眨眼之间竟会变成瓮中之鳖。而至于青木山的众弟子，那就更是尴尬至极。先前他们还在得意的笑，但现在却怎么笑也笑不出来了，因为他们先前引以为豪的天才们，已经被他们先前嘲讽的畜生们给抓住了。这样戏剧性的一幕，着实让人大跌眼镜，甚至是有些难以接受。这不是一场青木山弟子的屠杀秀吗？现在这个情况算怎么一回事？好厉害的手段，那牢笼相当的厉害，不是简单的阵法，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快便布置出这样厉害的阵法？这一刻，哪怕司马颖这位结界天才也是大为吃惊，他精通结界之法，能够看得出来，那牢笼虽然不是简单的结界阵法，但却也是一种特殊的阵法。这种阵法非常强大，能够束缚住白云霄等人的力量，让他们实力再强也无从发挥。但是越厉害的阵法，布置的时间也就越久，这阵法是眨眼之间便形成的，否则不能将白云霄等人覆盖，所以他才吃惊。这妖教授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的？不是布置的速度快，而是早就布置好了，这本身就是一个陷阱。楚风解释道，早就布置好了。司马颖更为不解，这是血脉阵法。就在这时，白素嫣突然开口，并且明确地解释道，妖教授们的血液内拥有极为浓郁的血脉之力，而且血液越浓，血脉之力越强。先前他们是故意让那些妖教授被杀的，为的就是让妖教授们的血液吞噬那片水域，形成一座巨大的陷阱，从而在无形之间便将白云霄等人制服。竟然是这样，牺牲同类，从而制服敌人，这也太残忍了吧！听得此话，白若晨的脸上浮现出了些许变化，为妖教授这样的手段而感到震惊。虽然两军交战，胜负很是关键，但是牺牲同伴，这也未免太残忍了一些。至少这样的事情，他是绝对也做不出来的。虽然手段很是残忍，但是结果却非常不错。这场战斗是妖教授胜了，既然能够获得胜利，那么一些必要的牺牲也是可取的。白素嫣说道：“管他残不残忍，反正看到那几个青木山的弟子吃瘪，本姑娘就发自内心的高兴。青木山费尽心思举办这场龙级任务，不就是想让所有人见识一下青木山弟子的实力吗？这下可倒好，负责屠杀的人成了被屠杀的对象。我看看青木山那些长老的脸绿的，先前还笑得那么欢，现在笑不出来了吧？真是丢人丢到家了，嘿嘿。”司马颖笑的那叫一个灿烂，可以看得出来，眼下这个局面是他非常乐意看见。青木山的人听好了，你们不给我们留生路，我们也绝不会让你们好过。现在全都撤离，让我们离开此处，我们就放过这几个小杂碎。如若不然，我就让他们碎尸万段，化作血水。就在这时，妖教兽王开口说道：“妖教兽王，你今日休想活着离开，速速放了我门下弟子，我倒是可以考虑留你一具全尸。”突然，一位刑罚部的当家长老站了出来，他的气息很强，语气更是霸道，丝毫没有将妖教兽们放在眼里。老杂碎，你是真的想让这6个小杂碎为我等陪葬吗？见状，妖教兽王冷冷地威胁道：“有本事你就让他们陪葬一个试试看啊！”那位长老再度说道：“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只是通过卑劣手段暂时压制住我们弟子而已。你能困住他们，这是事实，但是他们的性命却也并非是你想取就能取的。”听得此话，妖教兽王目光闪烁，也是有些慌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底牌被看穿，因为他的确不能立马就取走白云霄等人的性命。但是沉默一番后，妖教兽王竟然猖狂大笑，说道：“就算是这样又如何？有本事你就杀了我呀！你好意思吗？你青木山故意封锁我族，还请来这么多人看热闹，为的不就是要让这6个小杂碎大显身手，屠杀我族，一展你青木山雄伟吗？但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你青木山的小杂碎太弱了，想屠杀我族还不配。要是没有你们这群老杂碎庇护，他们只有被我族屠杀的份。来吧，你们这些老杂碎动手吧！我承认我族不是你们这群老杂碎的对手，可就算你们灭了我族，但这一次输的也是你们。”听得此话，那位当家长老也是眉头紧皱，双拳微微握起，因为他被妖教兽王说到了心坎里。身为刑罚部的当家长老，实力强大无比，他要杀这些妖教兽，那简直就是轻而易举。可是他不能这么做，如果这么做，就等于承认青木山的弟子没能力击败妖教兽，只能由他们老一辈人来完成。那样一来，今天的这场盛会意义何在？那不就等于告诉所有人，青木山弟子此次龙级任务失败，要由长老替他们擦屁股吗？那样一来，就如同妖教兽王所说，
他们真的输了。而见到这样一幕，几乎青木山的所有长老和弟子脸色都是非常的难看。假如先前许多人还心存侥幸心理，觉得白云霄他们能够翻盘的话，那么听得当家长老与妖教兽王对话后，他们唯一的希望也就被摧毁了。白云霄他们真的成为了妖教兽的阶下囚，需要当家长老们来处理善后。就算当家长老有营救他们的能力，有轻易斩杀妖教兽的本事，可白云霄他们被制服了，这仍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这一刻，弟子们还好，许多长老则开始叹息连连，摇头不断。他们非常清楚，尽管在场的围观之人没有一个人在嘴上羞辱青木山、贬低白云霄等人，但不代表他们心中没有羞辱青木山，没有贬低白玉鸟等人，他们只是不敢羞辱青木山而已。但是此时此刻，他们一定在心中羞辱青木山，在看他们的笑话。甚至一些围观之人心中也许开心的不得了，因为这一次青木山真的成了一个笑话，有人丢到家了。青木山的众位长老与妖教兽群们对峙着，并非是长老们无法灭掉妖教兽，相反，只要他们愿意灭掉妖教兽，就如同碾死一群水中蝼蚁，不过是弹指间的事。但是他们不想就这样结束一切，不想将这场龙级任务真的成为天下人的笑柄。他们还在期待着白云霄等人能够带来一丝转机，尽管这个希望是这么的不切实际。哈哈，傻眼了吧？真是丢人丢到家了。楚风、若尘、白前辈，你们快看看青木山那群老头的脸皱得跟包子似的，哈哈，笑死我了。主看台上所有当家长老都是愁眉苦脸，但司马颖却不顾场合，哈哈大笑，不仅笑得不亦乐乎，更是当众羞辱起那坐在他旁边的当家长老们，可谓大胆妄为到了极致。这样一幕引来了许多当家长老的仇视，就连那几位白猿半帝的手下也是狠狠地瞪了司马颖几眼。虽然青木山的众位长老本身也是有所矛盾，有敌对之势，但是在此时此刻，他们却站在了同一立场。身为青木山的当家长老，他们都不想青木山就这样丢人。不只是此刻在场的长老，若是白猿半帝在此，也绝对不希望这场龙级任务以这种形式收场。来啊，动手啊！你们这群老杂碎，还在等什么？难道你们还在等着这6个小杂碎破开我的龙脉血阵，从而将我们击败吗？你们别做梦，更别痴心妄想了。别说这6个小杂碎，就算你青木山所有的小杂碎过来，也只是死路一条。在我这龙脉血阵之下，半帝以下，我是天下无敌。无论什么天赐神体，还是什么其他妖兽，在我面前都是不堪一击，不值一提。妖教兽王已是知道他们将必死无疑，所以也不管其他，竟接二连三地羞辱起青木山的众位长老，这是下定决心，临死之前也要让青木山难堪一把。而事实上，对于妖教兽王的羞辱，青木山众位长老尽管气得咬牙切齿，但却也只能忍受，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至于围观之人，虽然没有人敢说青木山什么，可是在他们的脸上却也写满失望与无奈。来到此处，他们为的就是见识一下青木山的顶级弟子到底有多强，却想不到最终见到了这样一幕。一时之间，人们心中那被传得神乎其神的青木山弟子大打折扣。你确定青木山的弟子都不是你的对手？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响亮的声音突然自主看台响，传遍了无边绿海。这个声音响起之后，几乎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主看台，还以为是哪位当家长老又发话了。可是此时此刻，当家长老们却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因为他们都知道那句话是楚风说的。而这一刻，楚风也是缓缓起身，最后在众目睽睽之下踏空而航，向无边绿海行去。那是什么人，竟然如此有勇气？看那服饰是弟子，但竟然坐在主看台，多半不是寻常弟子。此子年龄太过年轻了一些，比之前出场的几位都要年轻。如此稚嫩，会是那妖教兽王的对手吗？青木山之外的人大部分都不认识楚风，所以见到楚风出场之后，都是议论纷纷，猜测不断。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楚风的出场让所有人围观人眼前一亮，使得那死气沉沉的人海再度焕发出了一点激情。来者何人？见楚风竟然靠近，妖教兽王冷声问道：“青木山弟子楚风。”楚风一字一句地说出了自己的大名。楚风，他叫楚风吗？这楚风是何来路？谁知道？谁认识？快与我说说。得知楚风姓名，围观的人群更是沸腾起来。楚风，我知道，我听说过。这楚风可是一位绝世妖孽，超级天才啊！元清你们知道吧？那位触发了远古仙针的天才。但实际上，远古仙针根本不是元清触发的，而是这个楚风。我听说，这楚风不仅触发了远古精灵掌控的远古仙针，还触发了青木山内的远古仙针。这绝对是青木山内最具有天赋的弟子，堪称青木山内的第一人。而一些听闻过楚风事迹的人，更是大肆宣扬起楚风的事迹，不仅实事求是，甚至添油加醋，以展现自己的见多识广。竟然这么厉害，那看来这妖教授们是要倒大霉了。而听得楚风的事情后，那些不认识楚风的人更是双眼发光，激动不已，看向楚风的目光充满了尊敬与崇拜。你们懂什么？这楚风在青木山内都被虐成狗了，真不知道怎么还有勇气来到这里。依我看，真是为了出头不要命了。但是也有不少青木山的弟子开始趁机贬低楚风，而这些弟子大部分都是白云霄、陶香宇的手下，问天部、陶仙部的成员。他们巴不得楚风臭名远播，怎么会愿意看到楚风成为外人眼中了不起的天才？于情于理，他们都要好好打击楚风一番。何况他们是真心觉得楚风在自寻死路。这楚风毕竟触发了远古仙针，岂会这么不堪？听得此话，那些看好楚风的人狠狠地瞥了一眼问天部的成员，
并不相信他们的话，触发了远古仙针算什么？照样被秦师兄打得站不起来。这么和你说吧，那被困住的6位都远在楚风之上，这楚风若真敢过去，那就是必死无疑，别想活着回来。那位弟子说道。真的？众人开始怀疑，我们都是青木山的核心弟子，对于楚风的事情最为了解，究竟发生过什么，我们都亲眼见到过，而你们听到的不过是道听途说而已，谁真谁假，我也懒得很。你们解释，自己想去吧。那位弟子信誓旦旦地说道。而看那弟子一脸的确定，那些本对楚风充满期待的人们，目光也是有些变化，对楚风开始保持怀疑态度。而对于外人的各种议论，无论是褒是贬，是赞是辱，楚风都懒得理会。他一步一行，距离妖蛟兽群越来越近，最终竟然艺高人胆大的他，已经来到了那被妖蛟兽血液充斥的水域边缘。这一刻，关切楚风的人开始暗中传音于楚风，劝楚风切勿不要踏入其中。但是楚风却不予理会，而是看着那群眼冒血光、杀机毕露的妖蛟兽们说道：“给你们2个选择，要么束手就擒，也许还能有条活路；要么就执意妄为，然后由我将你们斩杀殆尽。你们自己选吧。”楚风淡淡的说道。这个楚风，他竟敢对妖蛟兽说这种话。楚风此话一出，莫说妖蛟兽的反应，就连围观之人也都吃惊不已，因为楚风的话的确太狂妄了一些。小鬼，你是傻了吧？你知道你面对的是谁吗？竟敢与本妖王这么说话，你信不信我将你撕成1万片？然而，相比于旁观者，妖蛟兽王并未勃然大怒，反而是哈哈大笑，就如同听到了一个极为好笑的笑话一般。而事实上，在他看来，楚风先前的话就是在说笑。看来你是准备选择后者了。楚风淡淡一笑，随后脚步向前一踏，竟踏入了那所谓的龙脉血阵之中。对于这样一幕，可谓是吓坏了不少人，就连妖蛟兽们也是不由得向后一退，害怕楚风真的有着惊为天人的本事，将他们给灭了。然而就在这时，妖蛟兽王却是再度哈哈大笑，说道：“还以为你多厉害，原来只是小小的3品武王，这种修为也敢妄言灭掉我族？小鬼，你是来逗本王开心的吗？”这个楚风竟只是3品武王，听得此话，围观之人都是吃惊不已，万万也想不到楚风只是3品武王。你们以为他是什么修为？他就是一个3品武王，不然我怎么说那6位师兄师姐都要远在他之上？见旁观者一脸的失望，那些诋毁楚风的青木山弟子更为得意，趁机羞辱起楚风。而在他们的忽悠下，很多围观者对楚风也是失望透顶，觉得自己那期待的好戏是不会来临了。妖蛟兽王，我问你一个问题。突然，楚风说道。什么问题？妖蛟兽王问道。你们想怎么死？楚风说道。你这小鬼，真是搞不清状况，不给你一点教训，还真的以为你能屠灭我族不成？现在我就让你知道，你到底有多弱小。本妖王根本不必动，意念转动之间，就可让你飞灰烟灭。在楚风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下，妖蛟兽王也终于是怒了。他怒吼一声，那属于妖蛟兽王的威压便排山倒海一般向楚风压迫而来。虽然速度谈不上多快，但是其中蕴含的威势，半地之下几乎无人可挡。然而就在那威压将要轰击到楚风，所有人都觉得楚风将要就此一命呜呼之际，楚风却冷然一笑，双眼微微眯起，一道界灵大门便在其身前浮现展开。界灵大门一现，便如同一个吞噬天地的无底洞，狂风倒涌，呼呼作响之间，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妖蛟兽王的威压给吞噬而尽。这是什么东西？见到这一幕，妖蛟兽王也是为之一愣，在那妖蛟兽的脸上涌现出了震惊之色。楚风，既然这群小蛇如此不知死说，那就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吧。而就在这时，女王大人也是迈着那优雅的步伐，自界灵大门之内走了出来，将她那美艳绝伦的身姿展现在了众人的面前。这是那只界灵。见到蛋蛋、白云霄等人，顿时脸色发青，紧张的不得了。他们虽然眼下被困，但却也不希望楚风击败妖蛟兽王，出了风头。毕竟那样一来，就等于告诉了所有人，他们不如楚风。而他们也非常清楚，这个只有5品武王的界灵，便是楚风的杀手锏。楚风能否击败妖蛟兽王，就全看这只界灵的了。换作是其他界灵，他们绝对不会担心什么，毕竟5品武王面对一个堂堂半帝，那是毫无胜算的。但是对于蛋蛋，他们却不得不担心，毕竟蛋蛋可是传说中的修罗界灵。对于修罗界灵，人们只在传说中听过，传说中修罗界灵被传得神乎其神，而现实中他们究竟拥有多强的实力，则是充满了未知。哈哈，说出这样的大话，还以为你放出了一只多么了不得的界灵，搞了半天就是这样一个5品武王的小妞。真是有什么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奴才，都这么能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不过小鬼，虽然你这界灵实力不咋地，但是这样貌还真是不错。你把你这界灵给本妖王玩玩，我考虑让你活着回去，你看如何？妖蛟兽王起初还有些担心，但是当发现蛋蛋的修为后，所有的担心都烟消云散。蛋蛋，去吧，想怎么杀就怎么杀，全都交给你了。楚风开口说道。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蛋蛋也是鬼魅的一笑，随后那美眸之中寒芒一闪，竟泛起点点红光。与此同时，她裙摆飘摇，长发舞动，磅礴的暗黑色气焰如同爆发的火山一般，自蛋蛋的体内狂涌而出。那黑色的气焰一出，顿时天摇地动，风起云涌，令人胆寒的气息弥漫在天地各处。不过最为可怕的，并非是那气焰的气息，而是此时此刻，那气焰在蛋蛋的催动下，已是化作上前指巨大的手掌。那手掌虽然为气焰凝聚而成，但却仿若实体，不仅巨大无比，更是有着6只尖锐的手指。那根本不是人类的手掌，更不像是兽类的手掌，而是魔鬼的手掌。那暗黑色的手掌速度极快，
眨眼之间便来到了妖蛟兽们的身前，并且还不待妖蛟兽有所反应，那巨大的手掌已是猛然握起，死死地抓住了妖蛟兽脖颈之处，命脉被抓。妖蛟兽也是恐惧无比，一时之间，那上千条庞然大物除了无奈地摆动自己那巨大的身躯，发出阵阵低吼之外，竟然无能为力。你这家伙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一刻，在场的妖蛟兽还未被抓的便只有妖蛟兽王了，但是看到蛋蛋眨眼之间便将他的族人全部制服，哪怕是他也是无法镇定了。眼见情况不妙，妖蛟兽王也是不敢大意，眼中血光大盛，便开始运转所谓的龙脉血阵，使得无数条血红色的锁链凭空而生，向蛋蛋缠绕而来。那锁链非同小可，尤其在这阵法的笼罩范围之内，几乎无法闪躲。哪怕蛋蛋也是眉头微微皱起。蛋蛋，别怕，我来助你。而就在这时，楚风猛然高喝一声，并且一只手自袖袍内伸了出来。这一刻，人们才注意到楚风的那只手掌竟是紧紧地握着，并且似乎有着什么东西在其内涌动着。突然的手掌猛然摊开，而一声巨响也是自楚风的掌心炸响。定目一看，那是2个椭圆形的光体自楚风的掌心爆射而出，光体一脱离手掌，速度极快，并且急速扩大，一个套在了楚风的身上，一个套在了蛋蛋的身上。而当那光芒体覆盖住了楚风与蛋蛋之后，那血红色的锁链也是纷纷至向蛋蛋横扫而去。而就在这一刻，惊人的一幕发生了，那本该强大无比、猎猎作响的锁链，在接触到蛋蛋身上的光体之后，竟然瞬间融化，威力全无。那是什么？竟然挡下了妖蛟兽的血脉阵法。见到这一幕，莫说是无知的围观之人，就连青木山的一些当家长老也是一脸的吃惊。那是大阵，能够破开血脉阵法的大阵。楚风一直在观察着那座妖蛟兽的血脉阵法，并且在暗中布置出能够抵挡那血脉阵法的大阵。布置成功之后，便藏于手中，这才向妖蛟兽挑衅。你们都觉得楚风是去自寻死路，却不知他早就胸有成竹，有着必胜的把握。就在这时，白素嫣开口了，她说得很大声，就是要说给在场的所有人听。什么？这楚风竟然在出手之前就已经想好了对策，太不可思议了！他竟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便布置出了能偶破解血脉阵法的大阵。而听了白素嫣的话后，莫说是其他人，就连在场的当家长老也是满面震惊务必，不得不对楚风刮目相看。而就在众人惊讶之际，蛋蛋却仍在与妖蛟兽王对战在了一处。有了守护大阵在身，他根本不受妖蛟兽王的龙脉血阵侵扰，可以发挥出全力与妖蛟兽王一战。但是妖蛟兽王也并非寻常角色，先不说他拥有龙的血脉，好说歹说他也是一位半地强者，所以拥有的手段和力量那也是非同小可。在妖蛟兽王那怒吼响彻之际，他那庞大的身躯更是横扫天上水下，吞云吐雾，翻江倒海，他几乎无所不能。但是哪怕如此，蛋蛋却也不落下风。他站在半空之上，连动都不动，只是催动着那暗黑色的气焰，与妖蛟兽王天地争锋。黑焰本无形，缥缈而不定，但在蛋蛋的催动下，它可以化作无数只足以撕裂妖蛟兽的巨手，也可以化作一张满是獠牙的血盆大口。最重要的是，在那黑色气焰之中，若隐若现的会出现空洞而巨大的双眼，那双眼杀机弥漫，胜过妖蛟兽王数倍不止，就仿佛那黑焰本身也是具有生命一般。但不管如何，现在能被确定的是，那激荡于湖面、肆虐于天空的2位，没有一个是善类，更像是2只凶猛的怪兽在厮斗。他们比的不是单纯的谁强谁弱，而是谁更凶狠，谁更残暴，谁更能够威慑众人。而这一点上，显然蛋蛋更占据优势。别看蛋蛋与妖蛟兽王还未分胜负，但实际上他已经开始展示自己的残暴与冷酷，因为那些先前被他抓住的上千条妖蛟兽们，此刻已是开始受到他的吞噬。一股股怪异而恐怖的吸力自黑焰聚手而出，覆盖妖蛟兽的整个身躯，随后倒涌而进。大王救命，救救我们！这种情况之下，妖蛟兽们惨嚎不断，再也没了先前那如同万兽之王一样的威势，就如同将要被屠宰的羔羊一般，只能哀嚎。而事实上，他们在蛋蛋的手中就是被屠宰的羔羊。对于这一点，所有人都能证实。人们能够清晰地看见那些妖蛟兽的们如同钢铁一般的鳞片在脱落，随后肌肉被撕裂，血液漫天飞，但最终由全部被吞噬到那黑色气焰之中。眨眼之间，足足上千条能够呼风唤雨的庞然大物便化作一道道骨架，并且此时此刻，就连那骨架也在被分裂，从残渣化作粉末，被吞入黑焰之中。我要将你碎尸万段！眼见着自己的族人全被抹杀，不仅死之前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并且死后还真的是粉身碎骨。妖蛟兽王暴怒的气息，几乎每个人都能感受得到。突然，妖蛟兽王再度大吼一声，身上的血红色纹路竟越来越深，占据了大半个身体。这种变化之下，他的身体表面就像是黑色的岩壁之上流淌着血红色的岩浆一般，很是吓人。不过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他那本就巨大的身躯竟然开始膨胀，比先前又巨大了一圈。而这种变化之下，他那暴力的气息也是再度翻倍。变化完成，妖蛟兽王的身躯猛然一甩，张开那血盆大口，便向蛋蛋撕咬而来。他竟真的准备将蛋蛋撕成碎片，想要给你的喽啰陪葬，那本女王变成全于你。可哪怕这般，蛋蛋也是丝毫不惧，反而在那绝美的脸颊露出一抹讽刺的笑意。突然之间，蛋蛋的目光彻底发红，本是美丽的眼眸已被血红似的光晕所替代，绝美的脸上布满了恐怖。而这一刻更为诡异的是，那黑色气焰之中竟传来一声诡异的怒吼，
这声怒吼同样响彻天地，但是声音却异常的故意，听得在场之人不寒而栗。而怒吼响起的同时，层层暗黑色气焰不断自蛋蛋体内溢出，眨眼间凝聚出一只大手，竟狠狠地抓住了妖蛟兽王的脖颈处。不过妖蛟兽王毕竟是一位半帝，他并没有如他同类那般被轻易的制服，反而尾巴一甩，狂风大起，对着蛋蛋横扫而来。不过哪怕是这样，蛋蛋却也仍是有恃无恐，意念转动，在那黑色气焰之中，竟再度凝聚出9只大手，稳稳地抓住了妖蛟兽王的身体。这一刻，妖蛟兽王怒吼连连，一层又一层狂暴的力量不断自其体内散发而出，拼命地摆动着他的身体，想要摆脱黑色气焰的束缚。但是蛋蛋岂会给予他逃脱的机会？只见那9只大手握得越来越用力，不但长长的手指深深地插入了妖蛟兽王的身体，更是将妖蛟兽王的鳞片捏成了粉碎，鲜血开始自妖蛟兽王的体内狂涌而出。我要吃了你！妖蛟兽王已经意识到了不妙，拼尽最后的力气，摆动自己的身躯，张开自己的血喷大口，想向蛋蛋撕咬而去。这是真正的最后一搏。然而就在这时，那磅礴的暗黑气焰之中，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头颅。那头颅的形态似是骷髅，空洞的双眼却有着无比巨大的血盆大口。此刻那血盆大口满是暗黑色的尖锐獠牙，毫不客气对着妖蛟兽王的身子便咬了下去。一口落下，只听咔嚓一声，妖蛟兽王便被咬成了2段，大片的血液如暴雨一般倾盆下，在溅起道道涟漪之间融入鲜红色的湖水之中。而这一刻，妖蛟兽王也是发出了一道响亮的哀嚎声，撕心裂肺，悲痛无比。